雅芝，雅芝，刚刚有你的包裹送到学校来了。糟了，姐姐出事了。小桃红，今晚10点，龙坎码头凤迎坊，我在百丽舞厅等你。副手，若10点我未出现，速！站住！妈妈，在那儿！糟了！长出的勇气，傅一鸣，民国26年，戊战爆发，地下协同秘密情府，计划里应外合，一举截获日本921阴谋。人呢？又跑哪去了？他妈的，又跟丢了！3天了，小桃红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难道？小桃红，今晚老地方见。嗯，这是什么？你是？姐姐的包裹是从这里寄出来的，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闹鬼了！死人活过来嘞！他们怎么了？怎么看到我就……你是雅芝吧？我听他提起过你。我叫戴柔，是他的朋友。他在哪儿？他不在了。他们2个刚刚把你当成他的鬼魂了。你一定要去吗？别难过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你别去，你别去。妹妹，不要怨怪姐姐的离开。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，我辈只能奋不顾身，挽救于万一。等到和平年代，辉光不灭之时，我们终会再见。小桃红，你没死啊！小桃红，你没死啊！经理他是……谁说我死了？平白无故众人死，缺不缺德呀？可是那天我们亲眼看见，戴柔，你是不是也看见？什么呀？我那天就是和张大人玩的大了点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咱们这真闹鬼了。既然你没事，那今天晚上还是你上场。让我们有请百丽舞厅的头牌小桃红。吓死我了！我生怕你被人看出来不对劲儿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哟，傅少可有日子没来了，今儿怎么来了呀？傅少肯定又是来找小桃红的吧？对小桃红可真是情深意重。真是傅少啊！小桃红，本少爷今天来看你，开心不开心啊？是他。你还好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去火车站呢？放开！你弄疼我了。把东西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车站。哦。今天唱得不错吧？说吧，要本少爷怎么奖励你啊？这个人和姐姐好像很亲密的样子，难道是姐姐的情人？我没什么想要的。
糟糕，难道被他看出来了？对不起，我向你郑重的道歉。我知道上次的安排的确不太妥当，下次不会了。这样吧，明天晚上12点，我会在龙坎码头带你去看烟花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对了，记得穿上你那件绿色绣花旗袍。雅芝，你没事吧？他没发现什么吧？啊，没有。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傅少啊，他是傅将军的小儿子。傅将军在护城权势可大了，这个傅少换女人比换衣服还要勤快。最近几个月突然开始追求你姐姐，你可千万要当心点啊！他约我明天去龙坎码头见面。龙坎码头？龙坎码头是青龙帮的地盘，人和货都来路不正，你可千万别去那种地方。难道这个傅少和我姐姐的死有关系吗？这是有小偷吗？贵重的物品都没有拿走，不是小偷，那是想从姐姐的家里找到什么东西吗？一定要穿那件绿色绣花旗袍。没有绿色的旗袍，是被来这里翻东西的人拿走了，还是姐姐根本就没有这一件旗袍？姐姐，你到底牵扯到了什么事情去了？这批货要出了什么闪失，小心毙了你！今晚我们半个帮都守在这儿，肯定跑不出去的。他中了老子一枪，跑不远的。给我追！那个傅少果然有问题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啊？人？什么人啊？大哥，不是你约我来的吗？我哪知道什么人啊？你流血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吗？小声点。我最害怕血了，怎么办？闭嘴！你知不知道现在情况很危急？我来引开他们，你自己想办法出去。你没事吧？喂，这里有动静！大晚上在我们青龙帮的地盘快活，真是不要命了！站住！什么人啊？大晚上偷偷摸摸干什么去？怎么了，警官？我们正准备回家呢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今儿陪傅少喝了几杯酒，傅少喝多了，我正准备送他回去休息。大哥，快醒醒啊！别害死我！我是谁？你难道不认识吗？认识。既然认识，那你是想让我请你们李署长也喝2杯？不用。那还不快滚！哎，好的，这就滚。长官，慌慌张张，毛毛躁躁的。我不是让你巡逻去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刚才碰见傅少了。傅少，傅将军家那个小儿子？哎，对，他身边还跟着个女的。哦，那个女人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醒了？你
你干什么？是我救了你，你不能这么恩将仇报吧？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假扮他？就是宋允之。还想骗我是吧？说，究竟是谁派你来的？宋允之到底在哪儿？我是宋允之的双胞胎妹妹宋雅之。你为什么要假扮你的姐姐？她人究竟在哪儿？我姐姐死了。什么？她死了？他的表情似乎对姐姐的死不知情。那你为什么要假扮她？我要找到杀害我姐姐的凶手，为他报仇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你如果不信，大可以现在就杀了我。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一条人命，对你们这种人来说，也算不了什么。你走吧，这里不适合你这种人。我会安排人送你回家的。你凭什么让我走？就算是死，我也要为我姐姐报仇。就凭你，凭什么帮你姐姐报仇？就凭我的脸，我可以成为她。这个玉佩，我和我姐姐一人一个，从出生就带着，直到我收到我姐姐寄来的包裹。我姐姐究竟为什么会死？她的死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些事情不是你应该打听的。龙坎码头放烟花，绿色旗袍，没有谁会半夜约女孩子去那种地方。这些话应该不止字面意思那么简单吧？那你要想清楚，一旦你知道了，那就没有回头路了，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不怕。你不是他，你也成为不了他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？够了，够了。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情报员，像这种突发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我去外面看看情况。副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都他妈不想活了，敢对副少动手，滚一边去！什么时候我出来办点事儿，还需要跟你们打招呼啊？当然不是，副少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都是奉命办事儿。奉谁的命啊？我怎么不知道你一条张家的狗有这么大的权利啊？副少，里面那个女人是我们张大人要找的人。这里面的女人是我的女人，而你们张大人又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。怎么，你们家张大人想跟我一个小辈抢女人？哎呦，副少说笑了，事关重大，这个女人有可能窃取了我们重要的情报，您还是配合一下吧。你们张大人是对我有意见呢，还是对傅家有意见啊？副少，您就别为难我们了。告诉你们家张大人，以后想要人，去傅家找。副少，这是张大人。你们家张大人在护城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？偏偏要为难一个小小的歌女。还有啊，你们司令府的狗什么时候学会拿耗子了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滚啊！
出来吧，他们走了。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们绝对和我姐姐的死脱不了关系。他们是司令府的人。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已经被盯上了。他们把你当成了姐姐，这个地方不安全。反正他们已经把我和姐姐都认错了，那就让我代替我姐姐，继续做她没有做完的事。你如果……你如果再出什么意外，我该怎么向你姐姐交代啊？我姐姐不会怕，我也不会怕的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，3天。3天之后，你如果还没有改变主意的话，我就同意你加入我们组织。这里呢，是我的私人产业，没人知道这里。你最近啊，就暂时住在这儿。正式介绍一下，傅玉明。你好，我是孙雅芝。你能跟我讲讲你跟我姐姐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是在宴会上认识的，当时她受邀参加演出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。而我刚刚留洋回来，当时有人为了攀亲戚，在我酒里下了药，是他救了我。那他是怎么成为你们其中一员的？有一次，我和人接头的时候，差点被敌人发现了。无奈之下，我躲进了他的更衣室里。当时我拿枪指着他，告诉他，要么帮我，要么去死。你姐姐是因为我才被拉入在泥潭当中的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她早就赚够钱去找你了。我姐姐是个很嫉恶如仇的人，没有人能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。她愿意加入你们，一定是她自己想做这件事。你和你的姐姐很像，所以我才想替她做她没有做完的事。哼，你还有脸回来，胆子也太肥了！平日里在外面胡闹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想到你这次给我闯这么大的祸。玉明，你从国外回来这么久，还不了解护城局势吗？张之灵你都敢惹，你给我跪下！爸，我不跪。您说您堂堂一个大将军，掌管着整个护城20多万的兵马，您难道还怕他不成？再说了，我这也是为了我们傅家的脸面啊。我倒想知道，是什么样的女人，让你失去了理智？哎，爸，这可不是为了一个女人。您想想啊，如果昨天我向她服软了，那以后整个护城的百姓该怎么看您呢？对不对？难道您想一直被张之灵压上一头？我上去睡觉。嘿，爸，不要听他狡辩。张之灵此人生性多疑，今天若是这事儿，您若不给他一个交代，怕是会给您带来麻烦。这事儿我心中有数。什么？吴老师被抓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说呀！吴老师被警察抓走了，说是在报纸上刊登了2篇文章。该死！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把人捞出来呀，想办法呀！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，就用我爸的名义把他们捞出来。不行，这样太冒险了。要是韵之在就好了。他有个粉丝叫赵老板，赵老板是警察署长的妹夫，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赵老板这儿突破。但是上次行动之后，韵之就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韵之她协商了。什么？是张之灵身边的人干的。韵之没了，吴老师被抓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知道，
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我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国外留学的同学，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周从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宋韵之的妹妹宋雅之。真和韵之长得一模一样。坐吧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这次来是想找你帮忙。你们要我做什么？我们想请你伪装成你的姐姐去接近一个人。什么人？赵兴阳，这个人或许与你姐姐的死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个赵兴阳啊，是德裕饭店的老板，也是你姐姐的追求者之一。我要扮成我姐姐去接近他，然后找到他的弱点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今晚会有一个宴会，赵兴阳也会来。一会儿你想办法单独接近他，让他帮你捞人。好。这里面啊有6发子弹，如果他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，立马就开枪。赵老板，您怎么也在这儿啊？韵之啊，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百丽门见到你了。没想到赵老板还一直记挂着我，韵之实在是太高兴了。您今天一个人来的？那可不是，陪几个朋友一起。那真是太不巧了，我还想单独找您喝几杯，感谢您一直照顾我生意呢。那倒不至于，不就是几个朋友吗？哪能比得上美人相邀？走，咱们单独开个包厢喝酒去。韵之啊，平时想见你一面真不容易。瞧您这话说的，赵老板，我今天不是特意抽出空来见您吗？您对韵之的好啊，韵之都记得。对了，赵老板，前段日子我得了瓶好酒，今天是特意带过来给您尝尝。好酒？我说傅少，你都快看成望夫石了。你刚刚身边那个女人呢？那个什么头牌，不是说上厕所去了吗？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不会是跟别人跑了吧？胡说什么呢？傅少，别看了，一个女人而已。听说醉香楼最近新来了几位头牌，不如这样，我带你先过去尝尝鲜啊。张大人，他怎么会来这个地方？他旁边那个女人不是他新娶的十方姨太太吗？别胡说，这可是张大人的独女，这几天刚从国外留洋回来。站住！你小子怎么在这儿？刚好也就不用派人找你。这个张大人的女儿这几天回国，正好给你介绍认识。爸，我还有些事儿，要不我先忙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上次为个女人得罪张大人的事还没过去，今天就算断了腿，也给我老老实实把这顿饭吃完。哈哈哈哈，这位就是犬子，碰巧刚在门口遇上。这玉明，我可是有段时间没见了，听说前几天跟我的手下还闹了点小摩擦。哎呀，小孩不懂事，弄了点误会。吕明，赶紧给你张叔赔个不是啊！爸，还不给我介绍介绍？这女大不中留。吕明，这位就是你张叔的女儿欣荣，跟你一样也是刚留学回来。我跟你张叔啊，早就想介绍你。爸，我已经认识了，我跟朋友还有约，先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王少、李少，刚才这里面有人出来吗？没有啊。你刚刚去哪儿了？傅玉明，你等等我。你们就是傅玉明的朋友吧？你们好，我是张欣荣。
你就是张先生的女儿吧？幸会幸会。难怪我们傅少看不上其他女人，原来是认识这么漂亮的姑娘。你的朋友可真会说话。你在看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倒是你跑出来干嘛？我爸让我和你一起出来的，说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感情。我跟你没什么感情可交流了。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这是要当我妈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木头！我说的是我们两个。那以后可就要改口叫张小姐为嫂子了。咱们护城2个最大的家族联姻，果然是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呀。哎呀，你们说的小声一点，被别人听见了不好。哎，这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在咱们整个护城，除了咱们傅少，还有谁能配上咱们张小姐啊？不过傅少，你这都在看谁啊？你都看了一整天了。你在看什么啊？你干什么？你去哪儿？你怎么喝这么多？你放心，事情我办成了。他说他在东门大街养了一个女人，还有一个儿子，我们可以把他儿子绑架，然后告诉他。你喝太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，好不好？傅一鸣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和你有关系吗？我是你的未婚妻。八字没有一撇的事儿，何况才第一次见面，你就这么确定你能嫁给我？除了我，你还能娶谁？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整个护城追我的女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，其实你是从法国回来的，也不能插队啊。你今天这么对我，我回去就告诉我爸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外面呢还养了13房。怎么，你要做第14房？不可以娶她，不可以对不起我姐姐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不可以娶她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娶她的。傅立明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他还没回来。爸，听说今天晚上你和张之琳吃饭，讨论他女儿和玉明的婚事。提起这事我就生气，这个臭小子差点搞砸了2家的联姻。爸，您真的要让玉明娶张小姐吗？按道理呢，这门婚事你最合适，你已经娶了头房，张之琳肯定不会让他女儿做小。我们为什么要和张之琳联姻？就不怕日后受制于他？张之琳年轻时战场上伤了根本，所以这么多年只有这一个女儿。玉明好像不太乐意接受这门婚事。还轮不上他做主。等他结婚以后，我就安排在我身边的副官做事。你呀，平时也多帮衬一下他，劝他收收心。好。喝点水吧。滚！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我娶了你，这种天大的好事怎么会落到玉明手上？你醒了？我怎么回来的？当然是我送你回来的。你在这守了我1晚上？不然呢？你昨天晚上又哭又闹的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？对不起啊，麻烦你了。没事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照顾照顾你是应该的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不是你说了吗？他说他在东门大街养了一个女人，还有一个儿子，我们可以把他儿子绑架，然后告诉他。我们去抢赵新阳的私生子，然后把他在外面有女人的事告诉他老婆。我昨天竟然说了这样的话。放心，这种事儿不需要你出手，交给我吧。让我去吧，我是个女人，带个孩子上街不会引人注目的。看来你和你姐姐真的很像。你是不是有未婚妻了？你这话题跳船的也太快了吧。放心，没谱的事儿，这个女人硬要往我身上凑。那我姐姐又算什么？那我在没有实现我的梦想之前，
我是不会考虑结婚的。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是让这世间不再有黑暗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光芒照亮到每个人身上。你不是说打扮的认不出来就行了吗？你怎么打扮成这样？这车哪儿来的？你不也没认出来吗？这不就够了？坐稳了，你可是本少爷今天第一个客人。走喽！你在这等我，我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知道你是赵新阳的情人。别怕，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你现在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把你和你儿子的住址告诉赵太太。我打听过，你之前是金立门的舞女，后来被赵新阳包养，就离开了金立门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妈妈，妈妈，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家？我是你妈妈的朋友，阿姨请你吃糖。可是妈妈不让我吃糖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今天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你儿子很可爱。妈妈，我想去码头看海鸥。小宝乖，等爸爸回来，我们就去看海鸥。上次爸爸给你带的糖吃完了吗？小宝乖，去吃糖好不好？好，去吧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就小宝这么一个儿子，如果赵夫人不想看见我，我现在就可以带着小宝走得远远的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老实本分，赵夫人不会为难你。妈妈，你妈妈只是累得睡着了，她让我带你去看海鸥。真的吗？我们不是要去看海鸥吗？今天码头已经关门了，我们看不了海鸥。我要找妈妈。你妈妈已经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。你要是再回去，妈妈还得照顾你，会病得更严重。这2天就让阿姨好好照顾你，好不好？等你妈妈病好了，我再把你送回去。好。去玩吧。这是赵新阳的儿子？没错。目前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样让赵新阳知道他儿子不见了，却又不肯声张。放心吧，邹静以为我是赵夫人派去的人，赵新阳也一定会认为赵小宝是被赵夫人带走的。他私生子的事那么怕被赵夫人发现，绝对不会声张。那这孩子怎么办？你带。啊？我没带过孩子。我们俩不方便，目前的情况看下来，就你最合适。赵老板，今天来那么早？别提了。赵老板有心事啊？还是你懂我呀，来陪我喝一杯。赵老板有心事可以跟我说说呀，我可以当您的解语花。你帮不了我，我在外面的私生子被我太太知道了，她直接把孩子抢走了。这事儿我怎么跟她谈？孩子在她手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。孩子的亲妈天天在我耳边吵，吵得我头都大了。赵夫人说不定只是想要个孩子，她这么多年也没有个孩子，这孩子还小，放在身边养大，说不定以后就是自己的孩子了。你说的有点道理，
可是孩子在他身边长大，就是他的孩子了，以后我的家产还是他文有容的。赵老板，我有个办法可以帮你。什么办法？我有个表哥在学校里教书，您可以说这孩子是他的，是夫人搞错了。这个能行吗？我表哥最近出了点事，被警察局的人带走了。您只要愿意把他捞出来，他肯定愿意把一切责任都担下来的。我还可以让他把你的情人和孩子带回乡下，暂避几天风头。可是我现在都不敢跟我夫人说这些事了。既然赵夫人都知道你把孩子藏哪儿了，在附近肯定布满了耳目。你只要把我表哥带过去，演场戏，夫人不就相信了吗？哼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你的表哥叫什么名字？我马上安排人把他捞出来。哎呀，赵老板慢走啊。周爷，对不起，这是后台，您不能进去。你看清我是谁呀？别，后面人跟踪你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你身为一个警务人员，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知法犯法吗？不敢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情罢了。这副手身边这位小姐看着很是面熟啊。面不面熟，关你屁事。自从上次你就一直挡着不让我看她正脸，难不成心虚不成？心虚？你什么身份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副少，我只是担心您心思单纯，会被这种女人骗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错怪你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呢，把你的小心思收一收，把这些精力啊放在你们家大人身上。我听说傅少过2天就要跟张大人的千金订婚了，您身边这些野草野花是时候该处理一下了。要不我帮你？本少爷的事呢，就不劳你操心，挺适合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路过，怎么不信啊？我一个花花公子来这种地方，不是很合理吗？你老是帮我掩护，他不会怀疑你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与张家一直都不对付，他即使要怀疑，也应该怀疑我背后的人。那你还要娶他女儿？不是我想娶他女儿，我们在护城的势力盘根错节的，即使我们是死对头，也需要靠联姻来巩固我们两家的势力。所以你怎么每次一提到这个事情，就露出这副表情？莫非你喜欢我？我没有，我是觉得你对我姐姐……先生，买枝花吧，买枝花送给这位女士吧，买枝花吧，很好看的。这些花我全要了，这个篮子我也要。你呢，就早点回家。太多了吧，先生。听话，拿着这些钱去给自己买双好鞋，买点好吃的。以后啊，如果钱不够的话，去西街的第3个书店找周先生。谢谢您，祝您和这位太太百年好合。哎，小朋友，我不是……这位小姐，该不会忍心拒绝这么美丽的鲜花吧？没想到你还会做这种事。怎么，我就不会送你花？我是觉得你不会把花全部买下来，像你们这种人，不都铁石心肠吗？铁石心肠，你说的没错，不过也分对象。看你那么熟练，应该送过不少女孩花吧？这是我第一次。你之前追求我姐姐，没送过她花，她的其他追求者
都是一篮一篮送的。我和你姐姐都是逢场作戏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马上就到我家了，去我家吧，我给你包扎。走吧。喂，你来周总的书店一趟，记得打扮低调点。好。韵之，她不是韵之，韵之已经牺牲了。她是韵之的妹妹，之前一直住在乡下，所以你没见过。这位就是吴老师。你好，我是宋雅芝，是宋韵之的妹妹。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2个长得完全一模一样的人。吴老师，这次你被救出来了，还要感谢韵之的妹妹呢。我都知道了，多谢雅芝妹妹。吴老师已经回来了，那赵小宝呢？你给他送回去没有？别提了，吴老师被送回来和赵新阳演了出戏，就赶紧把赵小宝给送回去。你们找我来还有什么事吗？这次叫你来，就是为了正式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。我们的组织名为代号力，是我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秘密组建的。而这2位呢，便是组织的骨干。书店则是我们的联络点。吴老师呢，是我们优秀的情报员，他曾经破获过非常多绝密情报。周总你很了解了，我就不多做介绍。此外，我们在各行各业都潜伏了很多成员，为我们传递情报。2位，以后雅芝将代替她的姐姐成为我们的一员，希望大家多照顾。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姐姐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目前你姐姐的身份还有用，所以就麻烦你用你姐姐的身份暂时生活一段时间。你姐姐出事前，我曾经截获了一份发往张之琳府上的电报。电报的内容是，他们近期有一个针对护城的行动，代号为921，但具体的行动内容电报中没有写。你姐姐应该也是因为调查这件事的时候牺牲的。我也听码头的兄弟说了，他们收到消息，张之琳最近运了一大批军火回来，恐怕这件事和他脱不了关系。921，会不会是他们的行动日期？如果按照你推断的话，那咱们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。目前我们不确定韵之去世的时候究竟知道多少关于这件事的消息，如果他知道的话，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消息传递出来的。哎，对了，第一个知道他死亡消息的人是你吗？我当初收到姐姐寄来的玉佩，这块玉佩我和姐姐一人一个，从出生就带着，所以当我收到玉佩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姐姐肯定出事了。可是韵之死之前是怎么把玉佩给送回去的？她有这力气，应该先联系我们啊。玉佩不是姐姐送的，是她那天晚上把它交给了一个百灵门的一个朋友，如果他没回来，就把这块玉佩寄给我。或许他早就知道自己这一去便是凶多吉少了。能把你姐姐的玉佩给我看看吗？仔细看没什么异常，就只是一块普通的玉佩。雅芝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找个手艺好的师傅，看能不能把它修好。这块玉佩是假的，这不是我姐姐的玉佩。什么？我和我姐姐的玉佩形状是相反的，合起来能拼成一块，可是这个和我的拼不成一块。我当初看到这块玉佩的时候，只顾着担心姐姐，完全没有细看。这块玉佩是我姐姐按照我的玉佩的形状仿制的。难道说，真正的玉佩还在你姐姐身上？
只要找到真正的玉佩，就能知道你姐姐想要传递的信息了。我姐姐的尸体早就已经被火化了。当初认尸的时候，是黛柔姐去认的。要是玉佩还在我姐姐身上，她应该会注意到。我现在就回去问问黛柔姐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这么急匆匆的？黛柔姐，我姐，你当初给她认尸的时候，她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啊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哪有什么东西？你姐当时身上赤条条的，就连衣服都成了碎片。要是有，也早就被警察局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孙子给昧下了。小桃红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今晚有位顾客包场了，点名让你上台表演，还不快准备准备？贵客，张大人的女儿，千万给我好好表现啊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场钱。怎么会是他？这就是你们百丽门的小桃红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人间绝色呢，能把我的未婚夫迷得团团转。那就唱两句来听听吧，让我听听，到底是什么好嗓子。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小桃红是我们百丽门嗓子最好的，轻易不登台呢。快给张小姐唱几首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月山江，歌舞升平。我以为有什么本事呢，也不过如此嘛。继续唱，唱到我满意为止。让你唱你就唱，惹得张小姐不高兴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皮。看来他对我没有什么疑心，只是单纯的为了争风吃醋来找我麻烦。干什么呀？傅玉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百丽门的小桃红唱的歌比百灵鸟还好听，今天我就过来见识见识。这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。这怎么不是我胡闹的地方？整个护城只要我想闹，就没有我闹不起来的。怎么，心疼你的姘头了？是谁叫你这么说话的？啊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结婚之前的事就算了，但我结婚之后，我不允许有碍眼的东西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谁答应要跟你结婚了？傅玉明，整个护城只有我的家世样貌配得上你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舞女。我告诉你，我爸可是最疼我的了，要是让他知道你因为一个别的女人惹怒了我爸可饶不了你。玉明哥，你来都来了，要不就坐下来陪我听会儿歌吧，我们也好培养培养感情。你要是心疼他，我就不让他唱了，反正唱的又不好听。无所谓，你想让他唱多久就让他唱多久。玉明哥，其实我很大方的，我不在乎你结婚之前有多少女人，只要结婚之后你一心一意的对我就行。真没劲，我累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，他们那些大人物就没一个把咱们当人看的。天哪，你说要是让你姐知道了，该有多心疼啊！刚刚台上唱歌的人是谁啊？我们家小姐今天没听尽兴，想请她去我们府上继续唱。两位长官，他那个样子啊，早就开不了口了，不如让我替他去吧。您二位给我行个方便，到时候拿了赏钱，自然少不了您二位的。行吧，你跟我们走吧。你个小贱蹄子，老娘已经忍你很久了。不就是凭着自己的一副好嗓子，才在这百丽门里压了我这么多年吗？现在你嗓子废了，攀上张府这个机会，你还是乖乖的让给姐姐我吧。
到时候姐姐成了头牌，自然不会亏待你的。两位长官，咱们走吧。你是雅芝吧？我听他提起过你，我叫淡柔。你怎么浑身都湿了？傅一鸣在哪儿？你嗓子怎么了？我要去找他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淡柔姐被他们带走了，快救她！快救她！别急，我们找不到玉明的话，我们找吴老师，他一定有办法。走，快去！雅芝。你怎么了？今天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，你还在想着那个女人？大小姐，舞呢，我已经陪你跳完了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傅玉明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那我应该怎么对你呢？我是你的未婚妻，这么多人呢，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？爸，爸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您这是要给我下套。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各位，今天呢，我叫各位来有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的女儿欣荣刚刚回国，借此机会与大家见个面，认识一下。第二，我要宣布我的女儿与傅家2少爷的婚事。我不同意。爸，我这个臭小子刚才酒喝多了，这高兴的昏了头，说的胡话。张小姐，你别介意啊。来人，带下去醒醒酒。吕明，这门婚事由不得你胡来，要么乖乖结婚，要么给我滚出傅家。小姐，人已经带过来了，关在你说的那个房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敢抢我的人都得死。你醒了？昨天你发烧烧了1晚上，我担心你，所以我就……淡柔姐，找到了吗？已经派人去找他了，但是傅哥我们怎么都联系不上。雅芝，雅芝，你病还没好呢。经理，淡柔姐呢？淡柔今天没来啊？你昨天晚上不是被张小姐叫走了吗？号外！张傅2家当众宣布联姻，婚礼定期举办。你说什么？这位小姐，最新的报纸要不要来一份？动人的花为何开在荒原野？我要去见他，我要当面和他问清楚，我姐姐尸骨未寒，她怎么可以这么快娶仇人的女儿？你冷静一点，况且我们也不知道傅哥在哪儿。我也同意雅芝说的，人至少要先见一面，问清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是这样太危险了。危险我也要去。滚开！二少爷，别为难我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个家的主人是谁啊？是谁给你的胆子关着我的？是我让人把你关起来。哎呀，爸，我先说明啊，我是绝对不会跟那个张家的大小姐联姻。你要是想娶呢，你就自己娶。这门婚事已经板上钉钉，不想娶也得娶。既然你不愿意去军营，那就为我们家做出点贡献。凭什么呀？咱们家不是已经有哥哥了吗？再说了，我唯一的理想就是混吃等死。哼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做的那些事。我做什么事了？你和你那些狐朋狗友做的事，只要闹得不大，我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你那些朋友可没有能替他们擦屁股的爹。
老爷，新招的女佣来了，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你安排吧。是。你们两个打扫花园，你们俩打扫客厅。是。你新来的，你去给楼上二少爷送饭。是。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哼，二少爷脾气不好，待会儿看你怎么挨骂吧。你是今天新来的女佣？是，我来给二少爷送饭。去吧。哎，对了，叮嘱他，让他把饭吃完。少爷，放这儿就行了。你怎么还不？你疯了！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在报纸上看到你订婚的消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只能暂时跟他们划清界限了，说不定我爸已经盯上了我。就是你看到的那样。你真要和张欣荣联姻？对啊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怎么办？什么我们怎么办？应该是你们怎么办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啊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我跟你们玩腻了，不想玩了。我劝你们呀，赶紧散伙吧，不然我也不想朋友一场，到时候亲手处决你们。傅玉明，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当然知道。我傅玉明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护城要什么我得不到吗？我居然会跟着你们这帮人去做傻事儿。那你的理想呢？理想就是让这世间不再有黑暗，鹅先生和赛先生的光芒照亮到每个人身上。你知道像我们这样有身份的人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就是永远做人上人，把你们这帮贱民踩在脚下。傅玉明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也不用太难过，毕竟我们也算是交情一场，你就劝他们赶紧散伙吧。我也不想到时候我们成为敌人，对不对？傅玉明，我看不起你。我姐姐竟然是因为你这种人死的，我真为她感到不值。你姐姐不过就是一个卖唱的，死了就死了。发泄完了，发泄完了就赶紧滚啊！滚呐！这点小事都干不好，第一天就惹到了我们二少爷，这是你昨天的工钱。走吧。哎呀，真是晦气，赶紧抬走。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戴柔嘛，也不知道得罪了谁，一大清早就被扔在了咱们门口，人早就没戏了。那这尸体怎么处理啊？还能怎么处理啊？找个旗子裹起来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扔了。怎么还要我给他打口棺材，疯狂打葬？行了行了，知道你俩关系好，哭两下得了，别影响今晚上表演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叫戴柔，戴柔姐，亚芝，你没事吧？你说要是让你姐知道了，该有多心疼啊！对不起，戴柔姐是为了我死的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但你要先冷静一下。你是去见玉明了是吗？他那边是什么情况？傅玉明，他不是要和张之琳的女儿结婚吗？
所以是真的吗？是啊，他从头到尾都在耍我们，他背叛了我们。他说劝我们也趁早散伙，下次再见面就是敌人了。真是这么说的吗？他说的那些理想，那些话都是骗人。他傅玉明富家二少，想什么时候收手都可以。你们呢？你们有几条命和他赌？我姐姐死的可真不值。你去哪儿啊？我会买最早的车票回家。你知道像我们这样有身份的人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吗？就是永远做人上人，把你们这帮贱民踩在脚下。我的梦想就是让这世间不再有黑暗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光芒照耀到每个人身上。怎么，你难道忍心拒绝这么美丽的鲜花吗？傅玉明，我真的被你骗得好惨，我怎么会喜欢上这种人？姐姐，对不起。姐姐，你要做的事情太难了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明天就要回家，你会怪我吗？希望他能听懂我话里的意思，尽早转移据点吧。怎么还没睡啊？你不也没睡吗？哈哈，还在跟我犟啊？爸，我想通了，我答应你。想通就好啊，不愧是我傅文佩的儿子。今后这傅家交给你和你哥哥，我就放心了。明天呢，你就做你哥哥的副手，跟他好好学习。我知道了。等和张家联姻，我们傅家肯定会更上一层。到时候整个护城，不管是姓张还是姓傅，都是我们说了算。爸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这事儿还不能告诉你，不过到时候这护城由我们傅家做主。同志们，我们的国家正在被侵略者侵占，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国家。这位小姐，麻烦看一下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北方的临城已经被侵略者攻占，我们今日抗议游行声援北方。可是你们这样做有什么用啊？什么用都没有，那也比站在这儿什么都不做要好。侵略者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同胞正在被残忍的杀害，即便我们上不了战场，也要让同胞们知道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的。抗议！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就是让这世间不再有黑暗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光芒照亮到每个人身上。不行，还没有查清姐姐的死之前，我不能离开。再来啊！啊，你没赶上火车吗？我不走了，我要留下来。真的？亚芝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。既然傅玉明不帮我们，那我们自己也可以。刚好我们正在商量接下来的事情。我昨晚拦截了一封传往张之苓府上的电报，花了1晚上的时间破译出来。电报上说921的计划要提前了。所以921究竟是不是一个日期？这个还没有办法确定。姐姐留下来的信息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要是能找到姐姐真正的玉佩就好了。现在戴柔姐也死了，什么线索都没有。码头上的兄弟们说，今天他们刚收到通知，说是下周有一批张之苓的军火要送过来。可是我们的人手和地点，傅玉明都知道，万一他告发我们岂不是很危险？我相信玉明，他如果真的背叛我们，怎么可能会放你偷偷回来给我们通风报信呢？他一定有什么苦衷。安全起见，我们确实应该换一个新的地方。我知道一个地方。爸，您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张之苓真的和鬼子有勾结？临城已经沦陷了，张之苓这个老狐狸早就和鬼子里外勾结，到时候打算把护城也献出去。那我们要不要出兵支援临城？暂时不动，张之苓不动，
那我们也不动。临城紧挨护城，一旦临城沦陷，下一个便是护城。你知道张之灵为什么和我们傅家联姻吗？张之灵虽然在护城只手遮天，但他手里的军队却没有我们多。您是说他想利用我们？他想用我们傅家的人和鬼子投诚，我怎么会让他中间人去捞尽所有的好处？您的意思是，张之灵，你跟我斗了一辈子，我这次一定要让你摔个大跟头。爸，你这是要当汉奸吗？只要让我们傅家在护城永远呼风唤雨，我不管用什么手段。我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哥，你也同意爸要做的事吗？我怎么想都不重要，我只需要按照爸的吩咐来做就好。你可真是爸爸的好儿子。如果你敢背叛爸，背叛傅家，我亲自替爸清理门户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会跟着你好好干。那就希望我的好弟弟能好好干，不要让爸失望。我绝对不会让护城落到你们手中。倒还挺像那么一回事。哥，你给我的这些资料我都看过了，难道只有这些东西吗？你现在级别不够，能看到的当然只有这些。你难道就这么害怕我抢夺你的地位？等你先做到让爸满意再说吧。哥，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你也不想让爸看到我们兄弟不和吧？玉明哥，谢谢你陪我逛了这么久的街，你穿军装可真帅啊！怎么又来这儿？你不是喜欢这里吗？我也是投其所好啊。是呀，真不错。怎么，你想和故人叙叙旧吗？不必了，玩玩而已的事儿，谁会当真？宋小姐，那边有人想跟你喝一杯。好，我过去。王老板，那边有一个熟人，我过去一趟。张小姐，傅少，敬你们一杯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我那边还有客人。等一下，宋小姐，这个酒可是傅少特意为你点的，你只喝一杯，有点不给面子吧？欣荣，要不算了，这么好的酒给他喝了，岂不是浪费？玉明哥，你要是想喝好酒，我爸的酒窖里多的是，这种拿不上台面的酒，配宋小姐不是刚刚好吗？既然我的未婚妻都这么说了，宋小姐请吧。动人的花为何开在荒芜暗夜？只要一瞥，眼神足以摄人心弦。你无从摇曳，多撩人。宋小姐可真是海量啊！张小姐，满意了吗？行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就别影响我和我的未婚夫约会了。相逢的瞬间，那蝴蝶落在指尖。欣荣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强势的女人。你长没长眼睛啊？玉明哥没事吧？
没事，心荣。这样吧，我去卫生间处理一下，你在这等我。好吧。小心。怎么，傅少爷想来看我的笑话？你喝多了，下次你不能喝就不要喝。那怎么能行？傅少和他未婚妻的面子，我还是要给的。让你们这种大人物，我可得罪不起。你醉了，我给你叫辆车。不用了，你还是回去照顾你的未婚妻吧，我还有客人在。傅少，我知道傅少心善，但我宋雅芝不需要你的可怜。宋雅芝，不要再胡闹！离我远点！让我走！宋雅芝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你居然拿我送你的枪指着我！你混蛋！我恨你！之前忘了教你一件事儿，开枪之前要先上膛，不然是打不死人的。宋雅芝，如果你想杀死我，你还要变得更强大一些。我等你这一天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烦不烦啊？谁这么大胆子呀？敢惹大小姐生气，不想活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不过是我爸养的一条狗，凭什么过问本小姐的事儿？大小姐，那你就容我冒昧再多问一句，惹您的是不是百丽舞厅的一位歌女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跟她也有矛盾，我本来早就想把你除掉她的，但是傅少三番两次的阻止我，要不然我早就给你邀功了。现在本小姐替你撑腰，我只要她死。好，我办事你放心，但这件事想办好，还是需要你配合一下。吕明，你和欣荣的婚事定下来了，就在9月21号。难道真的和那个921计划有关？他们要在那天做什么呀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哦，没有，爸，就是这时间定得太突然了。婚事既然定下来，当然是越快越好，免得中间出什么差错。爸，您跟我实话实说，是不是有事瞒我？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，这也是为你好。这段时间呢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营中任职，等结婚以后啊，有些事就可以让你接手了。我以为傅哥有什么苦衷呢，没想到他真和这个张小姐结婚了。雅芝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只是这个婚礼的日期定在9月21号，未免有些太过于巧合了。但前段时间我拦截下来的电报上说这个计划又要被提前。戴柔姐去世后，我姐姐玉佩的那条线索也彻底断了。不是傅哥他也……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也许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既然当初姐姐是直接去张府拿到的情报，那我
也可以再去一次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韵之，他当时可能就是因为身份暴露，所以才遭遇不测的。你现在再去，那岂不就是羊入虎口？可眼下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可即便你去了，拿到了情报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玉明他……难道没有他，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吗？可是当时你姐姐是因为陪客人才进的张府，那你要怎么再次潜入这张府里面呢？雪花魁？雪花魁？对，这个比赛的主办方就是张府，到时花魁会被邀请至张府做客，而且德魁还会在张小姐的婚礼现场表演。哎，不是，这未免太巧了吧？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举办这么一场比赛？我也觉得，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陷阱。我们刚刚得到了这个情报，突然就有一个光明正大的机会，感觉就像是特意引你去。就算是陷阱，我也要去。号外号外！花魁大赛最终比拼，魁首就进花坛。宋韵之啊，你可一定要拿到魁首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花魁比赛，魁首绝对是牡丹。屁！我看小桃红赢面更大一点。什么花魁比赛？副少，就是几个舞厅联合举办的。谁准许你们看这个的？还不快滚！是，走。宋雅芝，你就这样把自己暴露在凶手面前，真是不要命了！副少，还要继续视察吗？先回去。嘿，阿哥，原来是副长官，不好意思啊。走。日本人，他们刚刚说什么？你听到了吗？刚刚怎么了？这两个士兵是将军新编入队伍里的，还不太懂规矩。是我爸的意思。是。新编入的人到底有多少？大概一个团的人数。没想到引狼入室的竟然是自己人。糟了，是陷阱。欢迎各位的光临。下面由我来宣布此次花魁大赛的投票结果：百丽门小桃红21票，金丽门牡丹20票。所以最后的冠军是……等等，我还没有投票呢。他怎么来了？副少，有段时间没看见您了，谁不知道您是小桃红的常客？这次是不是也是特意赶来支持我们小桃红的？我投他。这怎么，我不能投票吗？当然行，但是您确定投他吗？当然了，宣布结果吧。这样的话，两位选手投票结果就是平票。等等，我还没有投票呢。啊！我投他。这样的话，冠军还是我们百丽门的小桃红。等等，我觉得这样的结果有失公允吧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在座的各位一人一票，我们再投一次怎么样啊？傅少，不能你支持的选手没有拿到头奖，你就恼羞成怒、气急败坏，想耍赖啊！这么多眼睛看着呢，很损失副将军的声望啊！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一条张家的狗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？我说重投就重投！不好意思，傅少，这次比赛我们张家举办，一切解释权归我们。我说不行，就是不行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结果，花魁小姐，
请吧。雅芝，你不能跟他走。傅少这是几个意思啊？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看不起我，如今我有通天路可以走，傅少是要拦着我飞黄腾达吗？嗯。宋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个地方熟悉吗？你想要做什么？虽然说我很好奇当初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，但是你又落在我手里，你一定不会活着出去。这次我要看着你咽气。姐姐的死果然是因为他，我不记得我平时有得罪过你。宋小姐既然记性这么不好，我要帮你好好回忆呀！再坚持一会儿，说不定能从他嘴里套出话来。我只是一个舞女，平日里见过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全都记得呢？那我就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刑具硬了。张小姐打电话过来，要你去和她试。傅雨辰，你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啊！凌晨失手了，你们不去支援也就算了，现在你们居然还引狼入室！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做会让护城的百姓置于何样的境地啊？没想到你早就知道了。傅雨辰，傅玉明，你以为你在护城横行霸道是沾了谁的光？如果你不是富家儿子，谁会捧着你？你要不要睁开眼睛看看清楚，现在外面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啊！凌城为什么苦苦支撑，就是因为不想让护城变成下一个凌城。这都是爸的指令。爸的指令，爸的指令。傅雨辰，我真他妈看不起你！看不起我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是长子，我不能让爸失望。整个傅家还要靠我撑起来。你看不起我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你要做英雄，就该一直踩在我的头上。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怎么回头？我没办法回头了。9月21号，他们会提前控制张之苓，到时候里应外合拿下护城。军火已经陆续到达码头，就堆在张之苓的仓库里。谢谢。玉明哥，你来啦！我怕你等不及，让他们把婚纱都送到家里来了。等等，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试。玉明哥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有人惹你不高兴了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我讨厌强势的女人？究竟怎么了？花魁大赛有印象吗？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我不知道，而且我已经答应跟你结婚了，还容忍了你这么多次的任性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容下他呢？我只是想让你一心一意的对我。说吧，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吧？没关系，那我现在就派人来你家，把你张府从上到下都翻一遍。把你张府从上到下都翻一遍。你
你要是敢这么做，我爸饶不了你的。把人放了，我还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否则，我会让你明白，我傅家的兵从来都不是纸扎的。玉明哥，还是不肯说是吧？没关系，不管你知道了什么，知道的再多，自然是不会说话的。我知道的，可比你想象的多。你们的计划不会得逞的。死到临头你还嘴硬是吧？那你就试试看。说你的同伙还有谁？你告诉我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啊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死在我手下的不知道有多少个。玉明，是想造反不成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想造反。雅芝，我在，没有人再伤害你了。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们回家。雅芝，雅芝，你不要睡，你不要睡。你一直都不相信我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。我们走，我们回家。你可千万别动了，你伤得那么严重。傅玉明呢？他昨天晚上就走了，说是还有事情要做。这是他昨晚给我的。是我误会他了。要是我当初能听懂他的弦外之音。这不赖你，事发突然，我们大家都没反应过来。我还拿枪对准过他。可算是知道这个921到底是什么了。真没想到，傅哥的爸爸竟然是汉奸。原来是这样。等一下，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张智霖把计划提前了？傅哥给的信上说，这个计划不是被他爸截胡了吗？既然截胡了，为什么要提前？难道说那些日本人做了2手准备？他们想要让张智霖和傅文佩狗咬狗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。知不知道你昨天差点毁了我的计划？你啊，可真是出息！为了一个女人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整个护城就属你最显眼。反正我哥也说了，他们张家迟早要完蛋，我们凭什么怕他？我已经派人给张小姐赔礼道歉了。还有，你打伤的那个人，幸亏不是什么重要任务，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我真后悔，当时就没有打死他。哼，你还不服气？从今天到婚礼，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再让我知道你闹出什么幺蛾子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滚滚滚！看见你就心烦。怎么，你们兄弟俩也吵架了？爸，玉明还年轻不懂事，等他长大了，自然就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了。这次叫你来，就是为了正式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。
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小妹妹，你是那个好心的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求求您救救豆芽哥哥吧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告诉我。豆芽哥哥生了很严重的病，您给的钱全部用来给他买药了，可是还是不够。您说可以来这里找周先生，可是我来过好多次都没有人。抱歉。这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他们搬走了。我这里有块玉佩，是一个大姐姐给豆芽哥哥的，我可以用这个卖点钱，以后等我有钱了再赎回来，可以吗？这个玉佩你从哪儿得到的？是一个大姐姐给豆芽哥哥的，豆芽哥哥不让我卖，这个是我偷偷拿过来的。我和我姐姐的玉佩形状是相反的，合起来能拼成一块儿。只要找到真正的玉佩，就能知道你姐姐想要传递的信息了。我知道了，你记住，一定要把这块玉佩交给宋小姐，让她看看，然后带她去找豆芽哥哥，记住了吗？去吧。哎，小妹妹，你找谁啊？一位姓傅的先生叫我来找宋小姐，他让我把这个给你们看。是那天的大姐姐。你是那个卖花的小妹妹？买枝花吧，买枝花送给这位女士吧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她有东西要给你看。是我姐姐的玉佩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是一个大姐姐给豆芽哥哥的。你能带我去见她吗？你伤还没好呢，怎么能出去呢？你就让他去吧，也算是了了他一桩心愿。豆芽哥哥，豆芽哥哥。你是给我玉佩的那个大姐姐。我是那个姐姐的孪生妹妹，我们只是长得一样。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我姐姐的吗？是那天早晨，我在街边看到一个身上有好多血的大姐姐，她叫我过去，给了我这个玉佩，让我帮她一个忙。她让你帮她什么忙？她教了我一首歌，让我帮忙教给其他小孩。她说人越多越好，那个玉佩就是给我的报酬。那你还记得那首歌是怎么唱的吗？我知道了。这里有没有龙坎码头附近的地图？有，你等一下。这是那几个装着军火仓库的位置，姐姐把它们编成了童谣。果然是韵致。哎，那我们是不是要通知码头那边的兄弟？是直接给他炸了，还是偷偷运走？我们应该先把这个消息，还有921计划会提前的事，告诉傅玉明。那我们怎么告诉他呢？我有办法。先生，买枝花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今天早上刚摘的花。谢谢。
明天就不用过来买花了。嗯。你最近一直买花做什么？有那心去给你未婚妻送花？哦，知道了，到时候我就订一束全城最大的花，给她送过去。这段时间，你最好把你未婚妻给我哄开心点，我不希望这中间出什么差错。爸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仓库那边已经被我们的人控制住了。哦，等到那一天，我让张智霖这个狗东西插翅难飞，到时整个护城就是我们傅家的天下。傅哥说什么了？我们今晚就去炸了那几个仓库。吴老师说，码头上的人会从这儿和我们会合啊。那他们人呢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傅老大让我在这接应你们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东西带了吗？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保证让他们连渣都不剩。仓库一共有8个，我们去东边的仓库，你们去西边的，分头行动。鬼鬼祟祟的在这干什么？傅玉明说，仓库已经被傅家的人控制了，他们应该是傅家的人。我是傅二少派过来查看情况的。你一个女人，少他妈唬老子！说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，傅少绝对不会饶过你。你真他妈的以为老子是吓大的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他是我的人。傅少，还知道我是傅少啊？怎么，我的名头还是不够响亮是吧？不敢不敢。既然不敢，你还留在这干嘛呀？这仓库要是出了一点什么意外的话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滚！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这里太危险了。周聪，他怎么能让你来这儿呢？是我自己要来的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担心你，我来这儿不还能保护你吗？你的伤都好了吗？好了。那天在你家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？我怎么跟你说实话呀？那你也太小瞧我了。我害怕你不走会有危险，可我害怕一旦走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傅玉明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样的话？你知道吗？被张红带走的时候，我都快要失去理智了，我心跳都要停了。我当时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要把你救回来。傅玉明，你对我……傅玉明，等战争结束了，我们把侵略者都赶走了，你愿不愿意？快，他们准备好了，我们去跟他们会合。傅玉明，你对我的保护究竟是喜欢，还是对我姐姐的亏欠？雅芝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对了，你刚刚说等战争结束，我愿不愿意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
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肯定已经惊动我爸跟张之琳了。那我就先回去，你们最近千万别出去，有什么事儿等我消息啊。我愿意的。仓库被烧了，是谁烧的？还在查，当时现场一片混乱，没有抓到凶手。算了，那这个仓库对我们也影响不大，反倒是该着急的是他张之琳。咱们按兵不动，看看他们是什么反应。谢了。小打小闹，爸是不会在意的。你说什么？一个都没留？是，8个仓库全都被炸了？对。去给我查，究竟是谁做的？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这人给我找出来！这太困难了，您不知道，当时现场太混乱了，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太迟了。我们看守仓库的人都哪去了？看守的人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？哎呀，看守的人都死了，一个活口都没留啊！死了？大人，您看咱们的计划是不是不能提前了？难道是我们的计划被人泄露了？究竟是谁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那就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了。在欣荣婚礼的那天动手。傅文佩，你这个老东西，还想压我一头过去？做梦！玉明哥，你来啦！你怎么又给我带花了？上次你送我的花还在花瓶里插着呢。对了，我今天刚好想叫你过来，我们一起试婚纱呢。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？哦，好看。现在啊，就流行这种款式的婚纱。我爸那个老古董非要我穿什么红色的嫁衣，多俗气啊！玉明哥，上次的事我爸已经批评过我了。男人嘛，有几个女人很正常的，只要以后你好好对我就行了。欣荣，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玉明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肯定是因为喜欢你才想嫁给你的。你放心，只要我可以做你的正妻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欣荣，你留过洋，受过高等的教育，也见过更大的世界。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可是，这样不好吗？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款式的戒指呀？哦，抱歉，最近比较忙，所以……你不会什么都没给我准备吧？西式婚礼可是要交换戒指的呀。那这样吧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给你买就是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要整个护城最大的钻戒，到时候让大家都羡慕我。我会给你买的。如果在结婚之前你后悔的话，也请你告诉我。玉明哥，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我绝对不会后悔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放心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和玉明哥结婚了。恭喜啊！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不过呢，以后我就是玉明哥的妻子了，正妻。不过如果你表现好点的话，等我哪天高兴了，说不定还能请你来我家做姨太太呢。
张小姐，人各有志。还给我。一本破书而已，瞧把你给紧张的。看到了吗？这个是整个护城最大的钻戒，刚刚玉明哥眼睛都不眨，直接就给我买了。可是你呢，还在为一本破书心疼。哎呀，真是可怜。可怜的人是你吧？你还敢可怜我？我身上随随便便的一件衣服，就抵得上你这个穷鬼一辈子挣到的钱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可怜我啊？踩在护城百姓头上吸来的血，有什么可炫耀的？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想做正妻，你就去做吧。还敢动我，傅玉明会放过你吗？哼！这位小姐，你愿意嫁给这位先生为妻，无论贫穷富贵？我愿意。这位先生，你愿意娶这位小姐吗？我愿意。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玉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关你的事，老傅，带他走。你放开我，爸！你们放开我！等等！你们要对我爸做什么？亲家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亲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不想在今日用我傅家的兵给别人，我可不愿意慨他人之康。所以思来想去，有些事儿啊，还是让我自己来办吧。你早就算到了今天，是不是？我的仓库是你找人炸的，是不是？我的仓库是你找人炸的，是不是？仓库被炸一事，还真不是我做的，可这是天意呀！这护城终究要姓傅。不过你放心，和你合作的对象很满意，我来接盘。至于你这个中间人嘛，不用了。好，傅文佩，我承认，今天我败在了你手下，但是我的女儿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不要动她。至于恋爱的生死，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哼。小小的插曲，婚礼继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婚礼继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爸，我知道。现在把枪放下，我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未来这护城还是你和你哥的。你错了，这护城从来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它是我们这里所有人的家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任何人把它交给敌人。你这是要弑父吗？爸，只要你现在肯出兵，把外面的敌人赶走，你还是那个万人敬仰的大将军。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谁？出兵！
把敌人赶走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给我抓起来！将军，二少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您把鬼子放进来的吗？怎么，你们也反了吗？你们到底听谁的命令？爸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里是中国，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听一个汉奸的命令。爸，玉明，快把枪放下！玉明，快把枪放下！玉成，你来的正好，帮爸把这大逆不道的东西给收拾了，未来的护城就没人与你瓜分了。爸，玉明，这事真要做得这么绝吗？爸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的秘密就是哥哥告诉我的。好，我傅文佩竟然养出了2个逆子，那就由我来亲自清理门户。爸，现在放下枪，咱们还是父子。爸，你不要执迷不悟了。爸！傅玉明，你做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都是因为你那些该死的理想，害得我们傅家再无宁日。你要还是执迷不悟，到时候我一定亲手杀了你，给爸赔罪。你们几个把司令的尸体带回去，其他人跟我走，谁都不许走。张红，大小姐，张大人在哪儿？把他放了。就凭你和这几个杂鱼？当然不是，还有你们的命。把大小姐给我放了，要不然咱们就同归于尽。不要，不要！放人，快点儿！大小姐，张红，你快救救我吧，求求你了！你先走，我外面的人在接应你，我一定把张大人平安带回来。好。大小姐，你们谁也走不了，来呀！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替你报仇了。我先带人走了，你儿女情长的，别给我耽误太久。没事了，有我在啊。我没事，你先去帮他们吧。等我回来。等我回来，我会告诉你当时我没说完的话。远飞的雁也不再归还。
赶紧走吧，真的，你要是再不走，真来不及了。要走你自己走，我要等他回来。现在整个护城都乱成一锅粥，我要是再把你丢这儿，傅哥回来肯定饶不了我。什么人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不是和你说了，让你跟他们一起走吗？我要等你回来。我没事，你放心，傅一鸣，你醒了。我睡多久了？3天了，你伤得那么重，为什么不好好包扎？我当时没有多想，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见你。所以，那天你没说完的话，可以告诉我了吗？雅芝，你愿不愿意？傅哥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能不能留下我和我弟弟单独说会话？我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找我算旧账吗？我还以为我替你挡了一枪，这一切都一笔勾销了。我找你来，不是跟你说这件事的。你的命我还没那么急着要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临城那边快要顶不住了，需要我们去支援。虽然护城暂时守住了，可是凌晨一旦失守，护城沦陷也是早晚的事。所以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。凌晨必须有人守住。时间紧迫，可能后天就要出发。你的伤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就不扫你的兴了，去好好和你的小女朋友道个别。我就没打算把她留在这儿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要带她一起走？哥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送她出国。你想好了吗？她如果留在这儿，一定会成为我的软肋。可是，她如果能去国外，我的老师和同学都能照顾她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如果她不同意呢？她会同意的，在我走之前。好，我帮你。谢谢哥。玉明，别把你哥想的那么坏，活着回来。前几天大家都还在逃难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正常了。是啊，傅一鸣，所以说我也没有骗你，你真的是护城的大英雄。雅芝，傅一鸣，你再买一束花给我吧，上次送我的都枯了。好，老板，给一束新鲜的。好嘞，多少钱？ 2元。贱人！你把我都给毁了！
你把我都给毁了！傅一鸣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这两个贱人！你冷静。傅一鸣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明明那天你已经对我说了你愿意，我全都被你们两个给毁了。就是她就是张之琳的女儿。我呸！狗汉奸的女儿，砸他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要是被我爸知道了，你们就完了。好了，够了。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很得意吧？你还抢了我的未婚夫，害我变成丧家之犬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傅雨明，你对我就没有过一点真心，说的全都是假话是吗？有，当初我就告诉过你，如果你想反悔，随时都可以告诉我。我恨你，我恨你们所有人！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这些人，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，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差点让整个护城的百姓成了战死的亡魂。那是他们命贱，他们该死。你读过那么多的书，还留洋，见了那么多世面，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我可怜你，是因为你是非不分，黑白不明，没想到你愚蠢到这种程度。如果没有你口中的贱民，你哪里过得上锦衣玉食的日子？现在你还没发现吗？你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，敌人的子弹不会因为你是谁的女儿就避开你。你父亲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你不但不知反省，反而助纣为虐。今天你被他们扔菜叶子，一点都不委屈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没错，一点都不冤枉。他们说的没错，你真的应该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这个世界。那我要怎么办呀？我爸已经没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想出国的话，我帮你离开；如果你想留下来，我帮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。那我们的婚约呢？这件事情算我对不起你，这个就当是我对你的赔罪。走吧。我还是输了。你为什么会带我来这儿啊？哦，我想带你来我熟悉的地方吧。况且，约会不就应该像这样？约会啊，咱们先吃饭吧。来，尝尝我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啊。雅芝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继续上学？上学？我之前在家乡读书的时候，学费都是姐姐寄的，之后在百乐门攒了一些钱，不过都拿去给小豆芽治病了。况且现在世道这么乱，也不用非得上学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些，是出国去上学。啊，那我就更不敢想了。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送你出去留学。那你呢？你会去吗？会，我们一起。好，那我愿意。哎，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
你在国外的生活啊？如果我们过去之后，应该会住在我常住的地方，那里也有一扇像这样明亮的窗户。打开窗户之后，你会看到一个漂亮的广场和一群洁白的鸽子。每次我不上课的时候，就会去广场喂鸽子，看到它们在天空自由自在的翱翔。当时我才明白，原来这就是自由。对了，旁边还有一排梧桐，特别特别的高大，而且很漂亮。我想你去的话，一定会喜欢的。哦，但是我们出国是要办护照的。等会吃完饭，我带你去，好吧？先生小姐的照片拍的实在是太好看了，简直是郎才女貌哈！我想多洗一份，放在外面的橱窗里，给我打个广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洗一些照片送给你们，当做答谢。当然可以，那就麻烦您送到傅家去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在等什么呢？傅一鸣，他怎么还没来啊？他会不会有什么事办着？要不我们先上船，他肯定会跟上我们的，好不好？不，我答应过他，要等他一起的。不是真来不及了，姑奶奶，我们先上船好不好？走走走。可是我们说好一起走的。哎呀，走吧。不是的，你听说了没？傅家的二少今天就要带兵去支持临城了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今天一早就出发了。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所以你知道是不是？他傅哥不让我告诉你。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不是，他说你知道了肯定不会答应走的。你在这儿，他也不放心。他这样骗我，我就能放心得了吗？他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我。我们先上船，我们上船我再给你解释行不行？真的来不及了。你要走你自己走。不是，雅芝啊！傅一鸣，你这个混蛋！既然你没走，那我把这些东西提前交给你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给你写的信，写了1天1夜。他会每隔一段时间给你寄一封。你没走的话，提前给你也是一样的。旁边还有一排梧桐，特别特别的高大，而且很漂亮。会，我们一起。雅芝，见字如面。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。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说过的那条街上梧桐的叶子应该已经长出了新芽。不知道你有没有适应新的环境，交到新的朋友。以你的优秀，一定能很快融入进去。我很好，无念。傅一鸣，你这个骗子！我不会给你写信的，一封也不会。又在给你的未婚夫写信呢？你也真是个怪人，写那么多封信，一封都没有寄出去。我就是写着玩玩。行了行了，到你换班了。宋雅芝，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过来帮忙！是。雅芝，
孙医生。傅少。包扎一下。这封信啊，是我们这边一个小护士写给她未婚夫的，写了这么多封信，但是从来没寄出过去。那他为什么不寄出去？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他这个未婚夫啊，多半是已经不在了，但我们也不忍心戳穿他。说起来啊，这个小护士还是护城的，跟你还是老乡呢。其实我认识他。你认识他？那您知道他家里情况吗？我和他认识很久，但是他从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。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就知道，他家里有个下落不明的未婚夫。啊，这样。孙医生，结婚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喜欢他对吧？这您都看出来了。其实啊，他的未婚夫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失踪之前曾经拜托过我，要给他找个好归宿。你呢？如果喜欢他的话，傅少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医生，但是我保证绝对会对他好。那就好。这2张电影票送给你，你记住。他呢，喜欢玫瑰花，不太会用刀叉。家里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姐姐，不过已经去世了。您怎么对他这么了解啊？其实都是我那个朋友告诉我的。实在是太感谢你了。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对了，孙医生啊，能不能麻烦你不要跟他提起我的事儿？啊，好。还有，一定要对他好，否则我可饶不了你。好。爱是红尘留下的余温，花开花落聚散成阴痕，任由岁月天真。雅芝，我拿到2张电影票，今晚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？孙医生，刚刚有人来过这儿吗？我刚给病人包扎伤口呢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桌上有封信？是写给你的未婚夫的吗？啊，就是那个。不要跟他提起我的事儿。我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当做废纸清理掉了？很重要吗？不是，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丢了就丢了吧。那今晚的电影……不好意思啊，孙医生，我现在真的没什么心情。没事儿，你不想去就算了。是什么样的电影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是不是，是别人给我的。谁？没有，我一个朋友。刚刚来这里包扎的病人是谁？是傅玉明，对不对？是。他在哪儿？他不让我告诉你，他说你的未婚夫拜托他给你找一个好的归宿。雅芝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？他就是我的未婚夫。是真的吗？孙医生，求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。他应该没走多久。傅玉明，傅玉明，你站住！你连见我一面都不肯吗？
你不是去法国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你？对不起。电影票是你给孙医生的，也是你告诉他我喜欢玫瑰。既然要把我让给别人，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戏？既然不肯见我，就把我的戏还给我。这信本来不就是给我的吗？你少自作多情，那信是给我未婚夫。那我给你的信呢？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为什么不肯见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已经说了很多句对不起了，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，我要听你给我的解释。战场上凶险万分，我不能给你一个没有承诺的未来，因为我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我都没有办法保证，我怎么能让你为了一句虚无缥缈的承诺而浪费你自己的生命？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你怎么忍心抛下我？用这一生一世一起一回的相遇，还有你在身边。你殉国，我殉情，你已经把你的一切都给我，我能给你只有我的生命。好，雅芝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就是你走的那天，我没有上船，后来看到这里招呼室的消息，就过来报名了。你呢？你过得还好吗？不好，有好多次死里逃生，我以为自己就要坚持不住了，可是一想到你还在等我，想你知道了我的死讯会有多难过，就又支撑了下来。呸呸呸，不许说这样的话。这是我的护身玉佩，现在把它送给你。这我不能要。你拿着，我有你保护我不就够了吗？傅少，雅芝，我有紧急的情况要去处理，你等我，我晚上回来找你。雅芝，对不起，这是最后一次把你留在身后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等战争结束了，我们把侵略者都赶走了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的。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。你不可以娶她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？疼不疼啊？我最害怕血了。你没事吧？你安静。放开我，让我走。你到
到底是谁？我是宋韵之的双胞胎妹妹宋雅之，让我加入你们。不是他，你也成为不了他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？我可以送你出去留学，我们一起。好，我们过去之后，应该会住在我常住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像这样明亮的窗户。你怎么忍心抛下我？我有紧急的情况要去处理，你等我，我晚上回来找你。傅玉明，你殉国，我殉情，你无怨，我无悔。这一次，你不能再推开我了。